不行，还不够，我必须再多种几株灵芝，确保将琼琴引出来。看来琼琴要出来了，咱们还是先躲一躲吧。啊，哥，咱就别跟他们折腾了，再不躲起来，我们都要喂琼琴了。哎，对，你现在留营埋伏，还是等锦衣仙子一起吧。我会保护他的，你们先走。那你也要保护好自己。吉米，差不多了，我们该走了。不行，还不够。这回一定要把琼琴引出来，好为肉肉报仇。走了。哎，等一下，我还没有做完呢。等一下。天道壁，日月聚，出杳杳，入冥冥。
羽魔杵。金秘仙子，你刚才给他撒的什么呀？仙人掌刺半花粉。小心！用月魔杵。啊！这个怎么用啊？跟我念：天道壁，日月聚，天道壁，日月聚，出杳杳，入冥冥，出杳杳，入冥冥。魑魅魍魉。魑魅魍魉，后面是什么呀？接香王，接香王。锦觅仙子，锦觅仙子，锦觅，永别了，凤凰，帮我跟长房主道个歉，就说来世是穷奇的血。我知道，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毒侵骨髓了？你刚才做得很好，封印成功了，穷奇的血毒已经被羽魔杵消除了。啊？啊？那我也太厉害了吧！赤玉魂鼎，再加上九妖真火的封印，
这次穷奇插翅难飞。我想把御魂鼎带回天界，请父帝给穷奇行灰飞烟灭之刑。此番穷奇逃脱，既非意外，若再将御魂鼎留在魔界，就算加了一道火印，也于事无补。那二位殿下以为谁的嫌疑最大？虽无实据，但有一人确实最为可疑。你说的是？两位殿下，就别当着我的面卖关子打哑谜了吧。你们说的究竟是谁呀？还只是猜测，尚需调查验证，待水落石出，再告诉公主不迟。今夜天狗10月，我就先回去值夜了。圣寿世子伤势严重，燕城王那边你小心应付。还有，刚刚你为了救锦觅仙子中了穷奇一掌，好好休息。哎，你回去以后千万别把我受伤的事儿告诉父帝母神。放心吧，公主告辞。血兽，我的孩儿啊，怎么成了这个样子？火神，血兽，我的孩儿啊，怎么成了这个样子？火神，本王的儿子跟着你去打穷奇，赤兽回来的时候，神智失常。现在，血兽回来又是昏迷不醒，你却毫发无伤。本王相信你们上神，才把2个儿子托付于你。现在，你们竟然借刀杀人！燕城王稍安，血兽赤子已无大碍。昨日我渡了500年的灵力给他，还喂了他一颗太上老君的固元金丹。此丹服下会熟睡3天3夜，待元气恢复，自会苏醒。火神殿下，不愧是天帝的儿子，深得天帝的真传，巧舌如簧，善于辞辩，竟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现在反倒以救命恩人自居。本座之言句句属实，绝无推诿之意。倒是燕城王，还请自重了。天帝身份尊贵，容不得你亵渎。你，魔尊请息怒，火神请息怒。恕小王直言，魔尊您若是揪住火神不放，未免失之不恭。毕竟伤了2位世子的不是火神，而是穷奇。小王认为，若是要追究起责任来，应该追究的是私下偷放穷奇之人。穷奇果然是叫人故意放走的，竟有此事。你查到了真凭实据了吗？查到了。我发现穷奇出逃的那一日，镇魂殿守兵的轮岗时辰不知被何人调过。换哨期间，镇魂殿内竟然有半个时辰无人看管。后来在镇魂殿的地上，小王发现有拖拽御魂鼎的痕迹。这御魂鼎乃是先天灵宝，唯有天界上神像火神这般能耐，才能够将其随意的变小携带。我魔族则无此能力。如果想要移动这沉重的御魂鼎，必将在地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倘若是这穷奇私自出逃，地上应该只有御魂鼎被掀翻、撞击地面留下的痕迹，而不是拖拽的痕迹。因此，小王断定，此灾乃是我魔界某个位高权重的人刻意所为，为的是挑起6界争端。穷奇，是不是你放的？魔尊这一掌，不就认定这件事情是我所为，何必还要多此一问？魔界镇守御魂鼎，此乃6界周知。你说，你为什么要坚守自盗，背着我做下如此背信之事，陷我于不义？背信弃义之人，并非你我，而是天地太微。6界自开天辟地以来，便是各自为政，互相平衡、互相牵制的。可自从神魔大战之后，天界便伺机崛起，处处打压我们魔界。难道魔尊
能咽得下这口气。现如今，天界地位超然，大有统辖6界之势，而我们魔界平日里逍遥自在，百无禁忌，可凭什么我们还要看天界那些上神的眼色行事？连小小的花界都敢公然与天界叫板，而我们魔界的实力不逊于天界，可为什么我们要处处憋屈隐忍，动辄得咎？小王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这次我是故意放走穷奇，一来我是为了要报上次忘川之仇，二来我是要探天界虚实。天界现在外强中干，大不如前，除火神续凤之外，再也找不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人物。火神续凤虽然神通广大，但毕竟孤木难支，只要我们设法除掉他，天界不足为惧。我愿誓死追随魔尊，助魔尊荡平天界，统一6界。此事还得从长计议，我要好生筹谋才是啊。是，大王。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一切都按大王吩咐。照看2位世子的魔衣已经换成我们的人了，赤手会永远封殿下去，炫手嘛，恐怕再也好不了了。好，大王这招借刀杀人，既挑拨了天界和魔界的关系，又除掉了魔尊的2个傻儿子，一石二鸟，实在是高明。大王可是被魔尊一掌伤到了内元，属下这就去找魔医为大王诊治。无妨，反正他的魔尊之位已经做不了几天了，何不再让他张狂几日？待本王成为一统6界的天尊，往日之屈，今日之辱，我定当加倍奉还。药煎好啦，来，把它喝了吧。这么苦？我知道，这个药虽然苦，但是魔医说了，良药苦口嘛。你喝完了，病就好了，而且我煎了1上午呢。不喝。好吧，那我只好再去给你种1棵灵芝了。哎，站住！看你表现这么好的份上，奖励你1朵小红花吧。过来，过来。不就是煎个药吗？把自己弄得那么狼狈。以后出门别这么蓬头垢面的，别给我丢人。哎呀，我真的觉得上辈子
你一定欠了我很多吃的。从咱们俩第一次见面，你就喂我吃各种奇怪的东西，什么香蜜啊、吉祥六宝汤、灵芝汤，还有刚才那个比黄连还苦的药，苦死我了。干嘛？葡萄干儿。此次收复穷奇，你绝功至伟，父帝面前我会给你好好请功的。那你是不是有什么奖励给我？说吧，想要多少灵力？800年？1000年够不够？回去我便渡给你。1000年，凤凰除了表面凶一点，为人还是很厚道的嘛。怎么？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你知道你刚才在做什么吗？知道啊，狐狸先说了报恩嘛，报恩，不报怎么还恩呢？我又做错什么了吗？叔父承认你没个正形，此话甚是有理啊。公主，看殿下精神抖擞，想必伤势已经大好了吧？承蒙公主关照，无碍。听说，殿下明日就要回天界了。既然收复了穷奇，该早日回去向父帝复命了。燕成王和顾成王那里，还要劳烦公主和卞成王稍加留意。殿下只管放心，谁要是敢坏了天魔休战之约，重掀战端，刘英和父王绝对不会袖手旁观。拜托了，我于本明早正式国父拜谢。谁让你登门拜谢啊？你要是真心想谢，就回去好生休养。待康复之后，咱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战3天回合。公主之命，岂敢不遵？择日定当奉陪。肉肉，你放心吧，我已经替你报仇了。我亲手把那个穷奇给封印起来了，我是不是很厉害？你放心吧，等我攒够了灵力，去上青天找那些大罗金仙，我一定求他们让你复生。等我。锦觅，锦觅，肉肉，是你吗？肉肉，锦觅，锦觅，我在这里。肉肉，肉肉，你在哪儿啊？肉肉，我在这里。锦觅，锦觅，我在这里。御魂鼎。肉肉，你是在鼎里吗？锦觅，我在鼎里，你快把我放出去！锦觅，快救我！我好难受！锦觅，快救我！我好难受！快救我！救我！锦觅，快救救我！肉肉，锦觅，你能帮我把这火印解开吗？我被这火印烤得难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要被烧着了！我来救你，锦觅，快帮帮我！我来救你，锦觅。啊！
凤凰，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刚才听见肉肉在里面喊我。肉肉？哪个肉肉？就是刚刚在这儿的那个女孩。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刚才真的听见她在鼎里面喊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鬼使神差就把它打开了。我后来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是肉肉为什么会在里面啊？这鼎中并无旁人，是穷奇的摄心术，可以蛊惑人心，幻化成人最渴望的东西。你道法不高，修为尚浅，被迷惑住也很正常。幸好之前我给穷奇加了一道火印，封住了他一大半的功力，要不你肯定撑不到我进来。原来是幻影，不是肉肉。我怎么这么没用啊？你怎么了，凤凰？你的手怎么了？大概是被穷奇的纹针所伤吧。纹针，凤凰，纹针，那年肉肉也是这般。我现在怎么才能救你？助灵芝可不可以？我该怎么做，凤凰？没事，别担心，以我的修为一时半会儿还不至于。被那几个纹针噬灭，只要能找到叶什么？找到叶什么？凤凰，你说的什么叶什么？凤凰，你果然对他情根深重了。想必叔父是画本传奇看多了吧？嘿嘿，没错，你就是对他有意思，否则你为何日日将他拴在身边，令他做这做那？我看这小锦觅呀也不错，长得俊俏又颇为好玩，不如你俩。你嘴硬也没用，早晚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离不开他，而且会愿意为了他做任何事情，甚至付出自己的性命。这就是凡人所说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呐。原来叔父说的没错。什么？凤凰！他怎么样？这是温针毒发的初兆，但小的也无法根治。好，下去吧。夜神殿下，变成王，变成公主，旭凤情况怎么样？我已经请了岐黄仙官来为她诊治，内伤倒是不大见，只是火神殿下他中了穷奇的纹针。纹针？天下制毒啊！仙官，情况如何？如今毒在肌里，1日后毒侵血脉，又1日毒入骨髓，再1日毒入心肺。3日后若不解药，二殿下恐将灵力尽失。大殿，自是体大，还请尽快禀报天帝。府里那边我自会禀明。如今当务之急是赶紧救治旭凤。仙官，你可有什么妙方？穷奇久被封印，医书上绝少记载解毒之法。对了，凤凰昏迷之前跟我说，他说叶什么我没听清楚。叶，可是叶幽藤。是的，小仙曾在一本古书上见过，说叶幽藤可解温针之毒。太好了，可是这叶幽藤何处可取？你们说那叶幽藤是长在花界的净泉之中，万年长成一株的叶幽藤吗？不错，正是那花界圣草。只是花界与天界积怨甚深，若要说服花界将这叶幽藤给我们天界二殿下，此事只怕不易呀。哎，你会种灵芝，那是不是也会种叶幽藤啊？叶幽藤一直藏在百花宫的储阴阁里，我见都没见过。无论如何，也必须尽力一试。我这就去花界。哎，不可！
小仙官，你不知道，我们花界的方主一个个都是说一不二的硬脾气。你现在贸然前去的话，他们不可能给你的。那你呢？你是花界的人，你的话他们不会不听吧？我回去肯定要挨罚了，不管了。好吧，我去。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他弄出来。我相信锦觅仙子。我和你一道去，也好有个侧影。好吧。齐王仙官，你带着矿路先回天界。旭凤，他生系6界安危，为免天下动荡，还务必请秦皇仙官万莫将此事告知旁人，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是。谨遵殿下之命，小仙定当守口如瓶。变成王，为保2界长治久安，还望变成王也务必将此事压下。请夜神殿下放心，小王心中有数。多谢变成王。事不宜迟，你们先动身，我会带着旭凤在花界外等着你们。凤凰，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救你的，等着我。小桃桃，大胡，你还知道回来了你啊？真是想死我了！哎，还捡了个漂亮小姑娘回来呀！这位可是魔界的变成公主呢。魔界？来，怎么了？我听说魔界的那些妖魔鬼怪一个个都长嘴獠牙的，而且专吃凡人，和像你这样没成仙的小精灵，想想比兔子都可怕呀！你确定没有被他们抓去吃掉？没有。哎呦，你的鼻子、眼睛、胳膊、腿都还在吗？在呢。嘘，别乱说。老汉，你这些小道消息都是打哪听来的呀？你去过魔界吗你？别生气，咱们来是办正事的，不跟他计较啊，在不在百花宫啊？你还想去见长房主？咦，他还在为你逃出水晶这个事生气呢。他还在生气啊？看来他是不会给我夜游藤了。夜游藤？你还敢去管长房主要夜游藤？我发现你真是去一趟魔界之后回来脑子都坏掉了。长房主怎么可能舍得把夜游藤给你？是啊，长房主怎么可能把夜游藤给我呢？夜游藤，那是花界的圣草啊，几千年来我也只是见过一次。哎，你要夜游藤干什么？对呀，我最近的化学术进步很大，现在变个桌子、椅子、水缸什么的都没问题，我没准还可以溜进去偷出来一株呢。走吧。小桃桃，你可不能干糊涂事啊！就是这儿了，我来找。这么多，怎么找啊？锦觅。长房主，锦觅，你擅离水镜在先，私闯楚银阁在后，你可知罪？长房主，魔界变成公主刘英见过花界长房主，不知变成公主大驾光临，有何贵干？这次来花界叨扰，是想借花界圣草夜幽藤一用。夜幽藤？火神殿下在降服邪兽穷奇之时，不小心中了温针。如果没有夜幽藤当解药，灵力会在3日内尽数失灭。恳请长房主赐予夜幽藤，救火神一命。今日之恩，刘英来日必当回报。火神是天界上神，温针只会噬其灵力，不会取之性命，何来救命一说？有天地天后相助，重新修炼个几千年也就恢复了。何况我花界早就发过誓，100万年间不在天界盛放一片花草，不给天界一枚草药。所以变成公主还是请回吧。你长房主，凤凰是为了救我才中了温针的。住嘴！你的事儿，我待会儿会慢慢跟你说的。但是凤凰的事就是我的事儿，
赵方主，我离开花界的这段时间，都是凤凰在照顾我，真的。他不光传授我心法，他还救过我3次呢。第一次在南天门外，如果没有他，我就被穷奇吃了。这第2次在赤刃山，他帮我挡了一掌。第3次就是这次，本来那个穷奇的问针是冲我而来。够了，你私自逃出水晶结界，还闯了这么多祸。来人，把他给我带回水镜，让老胡好好给我看着，让他在屋里好好反省反省。赵方主，你要罚就罚我吧，但跟凤凰没有关系啊！求您救救凤凰吧！你们还愣着干嘛？还不把他带走？没个眼力劲儿，还不赶紧下去！赵方主现在正在气头上，等气消了再说。可是锦觅，放心吧，刘莹，我一定会找到夜游堂的，等我啊！你这个老顽固，身为花界首领，一点慈悲之心都没有。既然我们这么求你都没有用，那就别怪我不懂规矩了。今日我无论如何都要拿到夜游堂，长方主得罪了。公主殿下，不要欺人太甚，我们花界可容不得外人撒野。放开我！你们以夺欺场，有本事单打独斗！这个长房主太可恶了，竟突然设了结界。锦觅，你在哪儿？你一定要拿到夜游堂。锦觅，你知错了吗？赵方主，锦觅知错了。锦觅不应该破坏花界的规矩，不应该擅自逃出水镜。可是这事儿您做的也不对啊，您不应该因为我的错而迁怒别人。您不是一向教我们做人要向善吗？我知道，这花界跟天界啊是有一些矛盾在。可是人言道，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您说您眼睁睁看着凤凰灵力逝灭，您好意思吗您？看来你根本不知道你错在哪里。是我不好，您也别这样说。既然您知道错了，知错能改就行。您赶紧把夜游堂给我，救凤凰才是正事儿啊！看来我以前实在是太放纵你了，将你惯得如此不懂规矩，肆意妄为。从今天起，你好好在这闭门思过1个月。啊，赵方主，您别赵方主，把凤凰救了，您再闭门我吧。那时候闭门我2个月都没事儿。哎呀，凤凰怎么办呀？小桃桃，吃饭喽！哎，锦觅，中午的饭菜你一口都没吃啊？啊！嘿呦，我说小桃桃啊，你要绝食啊啊！我本来以为长方主是刀子嘴豆腐心，没有想到他就是铁石心肠。不给我就不给我，大不了我自己种呗。老胡，这里你仙龄最大，你有没有见过夜游堂啊？夜游堂长什么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干嘛对这个火神这么关心呢？你啊，莫非你对他别有用心？对啊，我对他就是别有用心啊！怎么了？这个凤凰救了我3次，若是没有他，我这条小命早就玩完了。你们也知道，之前肉肉就是因为救我，死于穷奇之手。我不想让我另外一个朋友也这样死去了。而且什么？而且这个凤凰答应我了，他许诺给我1000年灵力。如果他的灵力尽数失灭，那我不就没有灵力了吗？哇，1000年！罢了。既然这个小子救过你3回，我也就帮你这一次。谢谢老胡。大致如此啦。嘿嘿，它的叶是绿色，花是蓝色，在山坡的北面，
1000年才开一次呢。锦妮，进水池的水我帮你盛过来了。哎呦，老胡，你是不是画错了？我怎么可能画错？这不可能。哦，我当时只见过一次。一次？对呀。书上难道没有记载吗？对啊。这锦觅只是说，一定能拿到夜幽藤，可是又没说准备怎么拿出来。哎，你说他到底行不行啊？锦觅乃是花界中人，他这么机灵，自有他的门道。我看，单凭锦觅，是斗不过长方主那个驴脾气的。火神殿下的体温怎么会降得如此之快？他的灵力正在消散，劳驾，帮我护法。自古冰炭不同气，我无法直接渡灵力给他，是以先用部分灵力催热体内的水系灵力，再将蒸腾出的真气渡入虚凤体内。逆势而为，对你自身损害极大，一不留神便会走火入魔，遭到反噬。事急从权，旭凤性命攸关，顾不得那么多了。火神殿下一定能好起来的，一定能。放心吧，凤凰，我一定会救你的，你等着我，我一定会帮你种出夜幽藤的。天都亮了，这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我再种不出来的话，不行，再种不出来的话，凤凰怎么办？这是夜幽藤，我种出来了。老虎，连翘，我种出来了！啊！
让我看了看看，这是夜幽藤。对，就是这个。太好了，我要赶紧把它带出去，我要去救凤凰。等等，可是长房主在外面设了结界，你根本出不去呀。那我怎么办呀？也罢，送佛送到西。这样，等一会儿你变成自己的真身，我把你偷偷的带出去。老虎，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我回来了。哎，锦觅，你终于回来了，太好了，这下火神殿下有救了。昨晚夜神大殿，他说你一定能拿到夜幽藤，我还不信呢。锦觅仙子，辛苦你了。快把这夜幽藤给火神殿下服下吧。凤凰，太好了，殿下的灵力开始归元了。真的吗？来，凤凰，凤凰，凤凰。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书童不能蓬头垢面的。你醒了，真的太好了，凤凰，你终于醒了。你们在干什么？长房主。虚凤拜见长房主，多谢长房主救命之恩。火神说错了，我既没有救你，你也无需谢我。启密，你过来。密晨晨烬如霜，一部起初因片名太长不被看好，后因演技在线改编精良，而逆袭18年暑假档的黑马玄幻剧。当年看这部剧的人，有的因为主角演技炸裂，有的因为沉溺于小医仙官的颜值，而我不是重点。女主锦觅本是花神之女，但因花神为情所困，不想女儿重蹈覆辙，于是使用允丹让锦觅断情绝爱。待我去后，切莫立他为花神，做个逍遥散仙，便是极好。花神死后，花界方主隐瞒了锦觅的身世，一直将她禁在水镜里，不能出去，以至于几百年来，锦觅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果子精，直到遇到一只烧焦的鸟儿。我看到一朵鸟，哎，是一只鸟，是一只一只的。啊，它的花和叶子好硬啊，那是它的羽毛。阴差阳错的救了这只打破了结界的凤凰以后，锦觅成功逃出水镜，随着凤凰一起上了天界，成了他的书童，每天想着300年灵力，100年灵力的大王宗，甚至因为贪恋灵力而吃了朱雀卵，因为只有提高自己的修为，才能救活自己的朋友肉肉。你这小妖，本身体质阴寒，只宜水养，竟不自量食了我灵鸟朱雀之卵。人家是葡萄吗？人家生在土里，人家不是生在水里，人家以为朱雀是猪的亲戚，没想到是火的亲戚。在天界，锦觅认识了老大不小却黑发童颜的红狐狸月老，温润如玉的美男于润玉，更结识了心狠手辣的天后。天后是旭凤的生母，但两个人的性格相去甚远。天后对锦觅的怨怼，在锦觅身份被揭露后更甚。锦觅原来是水神和花神的女儿，当年天帝被花神的美貌倾倒，险些要因为她而废了天后。即便最终花神被天后害死，天后心中仍对她的女儿记恨，甚至想了坏主意，让锦觅下凡做凡人历练，企图在人间让她神魂去灭，在世间永远消失。却不巧旭凤也跟着一起轮回，在凡间两个人的感情不减反增。但回到天界，两个人又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水神和天帝之间有约定，
如果水神将来生了女儿，要结为亲家，也就是说锦觅要和润玉成为夫妻，和旭凤只能成为叔嫂。水神本来打算去取消这个约定，但润玉故意利用锦觅不懂感情，引导他说出喜欢自己的话给水神听。水神以为两人两情相悦，不了了之。可锦觅和旭凤已经双修，有了实质的关系，并护送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这是春华秋实，你把它放在你的心口，用灵力催动，便可以画出整个春花秋实的美景。朝春暮秋，可以延续1日呢。为什么只有春花秋实？我还想要你的夏至冬雪呢。画蛇添足，你是火神，便是夏日赤阳，而我呢，便是冬日霜雪啦。如此，正是4季都齐全了。锦觅的允丹经过凡间的经历，几乎要冲破桎梏，打算去退婚。水神以为锦觅是小孩心性，没有答应。已经黑化且无法容忍未婚妻与旭凤缠绵的润玉，趁着锦觅熟睡，重新将允丹修补好。锦觅又断了念想。而天后当年杀害花神的事东窗事发，加上企图杀害锦觅，于是被关进了炼狱之中。但他仍然不死心，将自己毕生功力传给了自己的侄女，也是心仪旭凤的鸟族首领穗禾。本座已将毕生修为度运，你现有这琉璃净火加持，定要复兴鸟族，助我儿旭凤登上帝位。穗禾飞信约见水神，用琉璃净火杀了水神和他现任妻子风神。信上的字句和旭凤的完全一样，会使用琉璃净火的人，天界就只有凤凰和天后。天后被关，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旭凤。因为需要守孝，锦觅和润玉的婚期延后了3年。守孝结束，锦觅见了旭凤，结了一绺头发，让旭凤放在内丹经缘处。婚礼上是润玉预谋的叛变，旭凤与润玉交战。当琉璃净火的光辉闪烁，锦觅想起了被杀害的父亲、风神和母亲，拿起了水神用半生修为给他打造的兵器，刺中了旭凤的内丹经缘处。旭凤魂魄消散后，锦觅的允丹终于从口中吐出，恢复了情爱。因为悲伤过度，昏了过去。天帝因为悲愤过度，自毁元神，润玉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天帝。锦觅苏醒后，领悟了自己对旭凤的爱，不停地去忘川找寻他的影踪。知道旭凤还留有一丝魂魄在世间，便去找太上老君求取丹药。为了得到炼制丹药的药引玄穹之光，历经艰险去找仙帝力的大哥，甚至用自己的眼中色彩作为交换。从此锦觅眼中只能看到黑白2种颜色，并用自己的身体做容器，承载玄穹之光，导致元气大伤。在魔界，锦觅跟踪穗禾，发现了旭凤尚存一丝的魂魄，喂下丹药，可还没有等到旭凤苏醒，穗禾折返回来，锦觅只能逃走，回到天界。锦觅终于认清了润玉温润如玉表面下内心的阴暗。你利用我不懂情爱之事，诱我说出喜欢你的话，你为的就是让爹爹相信我喜欢你，因为你害怕，你怕爹爹撤销我们的婚约，你因为你害怕失去爹爹常有力的后盾，你想让爹爹跟你一起对付旭凤，对吗？你任由我出入七武宫，你任由旭凤来看我，你为的仅仅是用我拖住他。你送给我野兽是为了监视我，你早就知道爹爹是为谁所杀，而你不光是一个不齐的高手，你更是一个赌徒。大婚那日，你就下了一个赌注，你赌的就是旭凤会闯进来，你赌的就是我会杀了旭凤，对吗？什么蛇啊天君，什么都没有，你只有一个赌注，那个赌注就是我只是你的一个筹码，我只是你的一个筹码而已。你真的太可怕，你是如何做到的？你如此步步为营，分毫不差，你可以让全天下的人皆沦为你的妻子，都被你利用。可是
你还让全天下的人都认为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干净、最善良的人。将自己关起来，每天画各种各样旭凤的画像，并且从画册中得知已成为魔尊的旭凤状况。之后他还常常输入魔界，躲在暗处偷偷观察旭凤，直到他见到旭凤用他的真身变出春华秋实的景象，只为取悦穗禾，狠心之下捏碎了真身。当众人知道水神和风神死亡的真相，于是在旭凤和穗禾成亲时，将新娘换成了锦觅。穗禾气急败坏，终于说出自己才是真正的凶手，于是被惩罚永世不得踏出魔界，最终被顾城王的2个傻儿子当成了人肉点心。而旭凤和锦觅的大婚已成，按魔界的规矩，礼成之后谁都不可以取消。但作为天后的锦觅身处魔界，却成了润玉发兵攻打魔界的借口。2人大战，情急之下，锦觅以身挡住了2人的施法，最终形消神散。而润玉则划清界限，永世不再与魔界相战。旭凤辞去了魔尊的身份，一直在世间各处找寻锦觅，最终找到投胎为凡人的锦觅，便直接抢亲。我来了。可是我已经收了相府的聘礼了，这该如何是好呢？那真是可惜了，我还准备了6000年的灵力。如此这样，我只好勉为其难了。最后2人甚至生了一个水鸟唐月，阖家团圆。香蜜改编自同名小说，虽说剧中台词都是沿用小说原句，但个人感觉改编胜于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书写，具有很多局限，而且影视化改编以后，吐出允丹以后的锦觅和之前的形象是有出入的，而并非一路傻白甜到底，最起码形象立住了。润玉慢慢黑化也因为有过渡，显得流畅自然而不突兀。主演演技不仅在线，而且坚持原声，不用配音也是加分项。当然改编也是有很多问题的，比如刘英和木子的感情线又多又对剧情无意义，而且剧中回忆情节也是过长过多，注水严重。剧情之中，旭凤虽然喜欢锦觅，但在知道锦觅与自己长兄有婚约的情况下还双休的行为也是令人啧舌。但无论如何，单凭演技让一些粗制滥造的影视剧自惭形秽的资格就已经有了。因为到了锁灵3，别人看不出锦觅的性别，甚至有仙女打算追求锦觅，因为锦觅不识情爱，哪怕做了出格的行为都不自知。阿凤，让爷好好等等你吧。你就算是叫也没有用的。阿凤，你就疼了爷吧。但旭凤却在其中点点沦陷。锦觅对于情爱也并非没有半点反应，他对旭凤的情谊一点点加深，就会听到霜花碎裂的声音。